既然大家没有意见，那还有其他事吗？龙庭这是变相下逐客令了。8个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，没事了。然后龙英明率先站起来，慈祥地对龙庭说道，家主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不打扰家主办公。公司里的事，家主若有不明白的，可以请教一下龙拓的，他打理公司10几年，还是很熟悉公司的大小事的。我听龙拓说，今天要和一位大老总谈合作的。那位大老总来了吗？2家公司合作的项目家主刚接手公司，应该不知道吧？龙庭应着，邓总是吧？我已经和邓总签了合同。你和邓总签的合同？对啊，我来 H 市多少年，明叔知道的，我回来多少年，就了解龙氏集团多少年。龙氏要跟谁合作，有什么项目我都清楚。就算我今天才接管公司，我对公司的大事并不是不懂小事我就不管。龙英明顿时哑了口，脸色也没那么好看了。龙庭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就算没有龙拓，他依旧能打理好龙氏集团。他比谁都希望龙拓退休，退出龙氏集团。龙拓不乐意呀，还想赖在这里养老呢。龙庭刚接管龙氏，不着急动龙拓，等他抓到龙拓的错处，再动龙拓也不迟。相信不用他等多久，龙拓的错处就会递到他这里来。龙拓不会什么都不做的，他只要行动就会留下痕迹，会被他抓到错处。否则他一上台就将龙拓赶出龙氏集团，别人会说他过于无情。怎么说，龙拓也担任总裁一职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龙庭叫了田秘书进来，吩咐田秘书送几位老人家下楼，要等他们上车了你再回来。田秘书恭敬地应着，他微笑地请几位老人家出了办公室，又体贴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热闹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安静，龙庭还坐在那张椅子上不动。初九默默走开，继续帮他收拾办公室。初九，龙庭叫他。初九看过来，少爷有什么吩咐？我能护着你，我们的事是我们的事，别人管不了。初九说道，我知道，我没有质疑过少爷的能力，也没有质疑过少爷对我的感情。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龙庭还是问了。初九说道，少爷不是给我2天时间考虑吗？2天时间还没有到呢，到时间了，我自会答复少爷。龙庭沉默地看着他半晌，说道，你可以提前说出你的答复，不一定非要2天时间的。初九不说话，他说了2天就是2天。知道他的性格，龙庭颇为无奈地笑道，行，就2天，等2天时间到了我再问你要答复。初九希望不会让我失望。初九还是不说话。穆妈妈猜测的没错，少爷公开了身份，成了龙家的家主，龙家的人就会想拿捏少爷的婚事。还好少爷足够强势，不会被他们拿捏。只要龙氏家族的人拿捏不到少爷，君家那边只会支持他和少爷在一起。初九心里的那点犹豫，经过刚才后，他没有半点的犹豫，决定接受龙庭的感情，他们俩要光明正大在一起。少爷爱他，他也爱少爷，两人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雨，用两情相悦，当身份地位不再是他们之间的鸿沟，他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他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和少爷成为恋人吗？真正让初九想开的还是穆妈妈和师傅的话，他们说师公捡他回来让他照顾少爷一辈子，有着另一层意思的，谁能和少爷过一辈子？只有少爷的妻子才能照顾陪伴他一辈子。老爷爷是有那个意思的吧？初九想，如果老爷爷没有那个意思，不会教他那么多的本事，也不会放任他和少爷各自动了心。老爷爷临终前还将他和少爷的手拉到一起，那时候老爷爷说不了话。他那个动作，初九以前是认为老爷爷要他照顾少爷一辈子，保护少爷一辈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跟在少爷身边，形影不离，在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的。遇到危险了，他总是挡在少爷的前面，宁愿自己受伤甚至死，都要护少爷的周全。那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答应了老爷爷的。他重承诺，答应了就会做到。如果没有老爷爷捡他回去，他早就死了，哪里会有今天？龙庭对他很好，所有人对他都很好，并没有把他当成外人。虽说跟在龙庭身边有很大的危险，初九不怕，他已经陪着初九经历了无数次的暗杀。
最惨的一次他受了重伤，那次龙庭差点疯了，还好他命大，他也医术高明，在他的医治下，他恢复如初，也就身上留下了几道疤，不脱衣服别人又看不到。少爷以后不嫌弃他就好，那是他救他，挡在他面前留下的伤疤，是他的情，他的爱，他的责任，他的承诺。你忙吧，那几个老家伙说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，我的婚姻我做主，怎么也轮不到他们来做主。龙庭安慰着初九，怕初九因为几个老家伙的话要退缩。初九说道，他们说他们的，又不会让我少块肉，我理他们说什么。龙庭笑，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行，你忙吧，晚上咱们回家吃饭，等会儿让田秘书帮我推掉晚上的应酬。刚接管龙氏集团第一天，他不想加班加点，想早点回家。初九哦了一声，等会儿我打电话给穆妈妈，跟穆妈妈说一声，2位长辈在庄园里会准备晚餐，他们都是喜欢烧菜做饭的人，平时太忙，来了 H 市他们是度假的，闲得很正好，可以下厨做饭，回家就有饭吃的幸福。初九很久没有享受过了，平时他跟着少爷应酬都是在外面吃，偶尔回家也是他做饭，不是少爷不做事，他不让少爷下厨。穆妈妈总是说他让他要给少爷练习厨艺的机会，偶尔要给少爷下厨。他知道穆妈妈是心疼他，也是想让他休息休息。君家的男人宠妻在外面宠，在家里照样宠。龙庭虽然不姓君，但他是君家当家太太的养子，等于也是君家的男人。沉默了片刻后，初九忽然说道，少爷，田秘书喜欢你了，他能看出来，而且田秘书还嫉妒他，见不得他跟在少爷身边。不止田秘书一个人，很多人都嫉妒他能天天跟在少爷身边。明明他们都不知道少爷长什么样，可能是少爷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吧，他们就嫉妒他。现在龙氏家族的老人还说他配不上少爷，配不配得上轮不到他们来说。初九一开始还有点介意别人说他配不上少爷，这2天想开了，他就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。用穆妈妈的话说，只要龙庭不嫌弃他，谁说的都不用在意，是他和龙庭过日子，又不和别人，而龙庭是为亲人的，都喜欢他，盼着他和龙庭早日修成正果呢。我让人事帮我招个男秘书，等招到了就换掉田秘书，那是龙拓的秘书，我不接盘。龙庭说道，喜欢我的人不会只有田秘书一个，我又不喜欢他们，管他们喜不喜欢。我也不喜欢用女秘书，他和周阳都是用的男秘书，可能是见惯了长辈们这样用吧。像叶叔叔、君叔叔他们，就是战叔叔也都是用男秘书的，他们个个都魅力无边。如果用女秘书的话，女秘书很容易就会爱上他们。虽然他们能保证自己不会出轨，但老是有爱慕者纠缠，还是会影响到夫妻感情的。那些长辈都是妻奴，爱妻如命，哪舍得给妻子添那么多的情敌啊。很快的，估计明天就有人用了。龙庭对初九说道，初九，除了我在这里，谁叫你做事？你都不用管他们，他们没有指使你做事的资格。初九说道，我知道他叫我做事，我不是没动吗？他会看情势的。田秘书待不久，又是龙拓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被田秘书指使？少爷平时用惯的人，若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，他才会帮。不过那些人一般也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求到他这里来，只有少爷心情不好，拼命工作，累死下面的人，他们才会求到他这里来，请求他劝一劝少爷，别那么拼命。他们这些精英呀，一旦拼命工作，那工作效率是妥妥的，但下面的人却跟不上那么快的步伐，不就要加班加点，偶尔加班没事，天天都加班加点累死人，就要来找他了。在龙腾集团，大家知道初九不是公司里的人，但初九的地位却是没有人能取代的。在总裁暴怒时，能劝住总裁的人只有九姐和周副总，但周副总有时候不在公司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只有九姐才是天天跟在总裁身边的，所以大家喜欢找初九帮忙。少爷你忙，我继续收拾。初九继续帮他家少爷收拾。龙庭了一声，他也投入了繁重的工作中，说了不应酬。傍晚下班时间一到，
龙婷就带着初九以及保镖团离开公司。田秘书站在办公大厦，看着那几辆车驶出了公司，神色深深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田秘书站在这里看夕阳吗？身后传来了龙拓的声音。田秘书扭头看到龙拓后，立即往旁边移了移位置，神色恭敬，声音甜美。龙总。龙拓了一声。田秘书没有带上个副字，他还算满意。从宣布公司总裁是龙婷后，很多人对他的称呼都改了，哪怕他现在真的是龙副总，龙拓还是不喜欢听到大家叫他副总的。总裁这是下班了。龙拓的视线看向公司门口，刚好看到龙婷的一辆保镖远去。总裁下班了，晚上的应酬叫我全推了。全推了？龙拓皱眉，晚上他应该有应酬的，怎么能全推他？这是不将龙氏集团的生意放在眼里吗？田秘书不敢接话。龙拓抱怨了龙婷几句后，问田秘书，你帮他推掉应酬时，客户是什么反应？客户表示理解，说龙总刚接管龙氏集团，需要时间来适应，暂时没有时间招待他们。他们理解的，他们说迟1-2天也无所谓。龙拓在心里骂娘，这些客户怎么回事？一个个都那般的体谅龙婷，想他以往若是有急事不能去见客户，打电话给客户时还得陪着笑脸解释清楚，生怕客户误会他轻视他们。轮到龙婷了，龙婷都不用跟客户接触，只让田秘书帮他推掉旧型客户，还表示理解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呀。龙婷是真正的家主，又是龙腾集团的老板，这两重身份让大家都高看他，不敢得罪他，这就是家主的威严吧。龙拓在代理家主的位置上做了10几年，自认也积了威严的，可在龙婷面前，他的那点威严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。总裁可有说晚上有什么急事？龙拓问道，想知道龙婷下班就走是为了什么事？田秘书小心地答道，龙总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敢问。龙拓皱眉。田秘书抬头看他2眼，又低下头。龙拓没有说什么，抬脚往外就走，走了2步又扭头对田秘书说道，小田跟上，我有件事要吩咐你去办的。田秘书哦了一声，快步跟上了龙拓。他一直都是龙拓的秘书，在公司里也经常跟在龙拓身后，两人这样一前一后走着，大家看到也习以为常了。小田，你帮我盯着龙婷，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。龙拓低声吩咐。田秘书亦是小声回应，龙总，我也不知道能干多久，总裁在龙腾集团一直都是用的男秘书，我想他很快就会把我换掉的，他又没有让公司给他招男秘书，他刚接手，公司很多事不熟，要问你的不会太快换掉你。他在龙腾那边用男秘书，在咱们这边说不定就用女秘书呢。再说了，你这般的年轻漂亮，飒亮又极好，带着你出去应酬能帮上大忙。只要他知道你的价值，他不会换掉你的。你努力争取成为他的第1位女秘书。田秘书也希望自己能长久留在龙婷身边，成为龙婷的第1位女秘书。他喜欢龙婷一见倾心，等你获得龙婷的信任后，你离间龙婷跟初九的关系，破坏他们俩的感情。老父亲带着族里的老人过来，跟龙婷提了家主夫人的事，结果龙婷说她只爱龙初九，没有人破坏的话，龙初九成为龙家的家主夫人那还了得，那个女人厉害得很，龙婷都那么难对付了，初九成为家主夫人，夫妻俩真正的强强联手，哪里还有他们的翻身之地？龙拓只要一想到父子俩努力了30年，到头来还是要将一切交还给龙婷，就憋屈得很。折腾了30年，结果家主之位还是嫡系一脉的。就连他们住了30年的老宅子也要腾出来给龙婷住。虽然他们这么多年来也积累了不菲的财富，名下也有大别墅，但意义不一样呀。那些宅子是权力身份的象征。田秘书沉默了一会儿后，苦笑地说道，龙总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总裁不是毛头小子，他是龙腾集团的老板。龙腾集团用了多少年就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？龙总是清楚的他的为人，他对年轻女性的防备。龙总也清楚，我想在他身边站稳脚跟都难，更不要说离间他和初九的关系。今天我想叫上初九和我一起给大家倒杯水。
总裁都说我了，说我没有资格叫那个女人做事。那个女人也不搭理我，明显不将我放在眼里。她的眼神也好可怕，和她对视两眼我都心慌慌，好像我做了多少对不起她的事似的。龙初九的厉害他是听说过的，那个女人的拳脚功夫非常厉害。叶龙庭之前被人暗杀过无数次，都不成功，因为龙初九的存在。他不仅拳脚功夫，还会使毒，也会救人。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，怕他身上带着无色无味的毒，趁他们不注意时就下毒。私底下很多人都称呼出九毒美人，我又不叫你现在就去做，是叫你站稳脚跟了，取得了他的信任，再去破坏他们的感情。田秘书苦笑地说道，龙总，我刚才说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多长时间，说不定明天总裁就开除我了，或者把我调回到龙总你的身边。田秘书有那样的预感，总裁用惯了男秘书，不会因为接管了龙氏就改变他的用人习惯。他身边的年轻女性只有龙初九。说实话的田秘书真的嫉妒龙初九，以前没有真正接触过，仅是听说龙初九在叶龙庭身边的位置，他都带点羡慕嫉妒，真正接触了他是疯狂的嫉妒。龙庭太帅了，完全符合了小说里的霸总形象。都说了，你年轻漂亮，龙庭也是男人年轻的男人，他不会。龙总，我一直都是你的秘书，你觉得总裁会让你的秘书继续留在他的身边吗？田秘书忍不住说了不客气的话，他跟在龙拓身边工作多年，很清楚龙拓和叶龙庭的斗争，两个人是生意上的死对头。如今命运造人，两个人成了一个家族的人，但叶龙庭一回来就挤走了龙拓，在心里他们依旧是死对头。田秘书又不傻，她再年轻漂亮，面对一个不好色的男人，她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况且在龙庭的眼里，她等于是龙拓的人，死对头的人谁敢信任，谁敢用？龙拓哑了口，他停下来扭头看着田秘书，良久才说道，算了，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。那你明天就向龙庭提出来，回到我身边继续担任我的秘书。我一把年纪了，出门应酬喝不了那么多酒，你的酒量好，能帮我挡下不少的酒。龙拓最看重的就是田秘书的酒量，田秘书长得又漂亮，很容易哄得客户答应合作。有时候他都想将田秘书收为己用，但田秘书拒绝了他的包养，他说他只想嫁人，当个堂堂正正的妻子，不想当小三，不想被人包养。哪怕龙拓能给他提供非常优渥的物质生活，但龙拓不会离婚娶他。龙拓的老婆娘家也是豪门，龙拓需要妻族的力量支持他，而且龙拓和他老婆生了几个孩子，最大的女儿和田秘书同年。龙若雨看他就不顺眼，怕他会爬龙拓的床，要不是他酒量好，能力不错，龙拓保他，龙若雨早就把他整走。老总裁还没有退休时包养了多少女人，那些女人大多数是被玩玩下就被抛弃了。老总裁心情好时，分手时会给一笔钱，若是闹得不愉快，那些情妇是否活着都是未知数。只有那些不争不抢十分单纯的情妇才能好好的活着，也能生下老总裁的私生女人，每个月能从老总裁这里拿到一笔生活费。那些私生女是无法和原配所生的女儿相比的，她们嫁人只能嫁个普通人家庭一般的，而原配所生的女儿却是嫁入豪门，过着少奶奶的好日子，衣食无忧。但有什么坏事需要用到人的时候，老总裁往往是利用私生女去完成，舍不得用原配所生的。田秘书虽然年轻，没有在龙英明身边待过，但他是土生土长的 H 市人，从小就听多了龙英明的风流韵事，对龙英明这个人的好色又无情是很清楚的。龙拓可能是心疼母亲吧，他结婚后倒是比他爸好很多，偶尔会偷点腥，至少没有光明正大的，还会维护原配的身份地位，也没有私生子女。你主动向龙庭提出来，他会让你回到我的身边的，别等他把你开除了，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。龙拓放弃了想利用田秘书去破坏龙庭和初九感情的想法，现实行不通，因为田秘书一直都是他的秘书，龙庭怎么可能会信任他的秘书？说不定过2天龙庭就换掉了田秘书呢，还不如让田秘书向龙庭提出请求，回到他的身边继续担任他的秘书。田秘书说道，
龙总，你不能向总裁提出，让我继续给你当秘书吗？龙拓笑了一下，也行，那我明天就向龙婷提出，让你继续担任我的秘书，让他自己挑个新秘书了。怕是公司里的小秘书龙婷都不会用。谢谢龙总，田秘书甜甜地道谢，取代不了初九。他不敢硬碰硬，先保住在龙氏集团的工作吧。